大家好，我是老张。去年年初，我出了一期分析尔湾房价的视频。现在大半年过去了，还是跟各位观众朋友们再回顾一下尔湾最近房价的走势。从这个 Orange County Realtor 的报告可以看出来，现在尔湾房价的中位数，非独立屋的话是在100万上下，平均值也是在100万上下。如果是独立屋的话，这个中位数是在170、180，平均值呢是在200万左右。下面这张呢是趋势图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自从2012年以来，尔湾的房价是一直稳步上升，然后呢，在疫情期间，尤其这个上升的斜率呢有一个很大的提高。自从2022年加息以来呢，这个有一点小幅的震荡，然后最近我们可以比较这个8月以来，就尔湾的房价其实有增长的趋势。这跟很多人的期待就不太一样，就是说大家都以为可能加息以后，尔湾的房价可能会跌一跌，但是为什么这个自从加息以来，尔湾的房价不但没有跌，还又出现了增长的苗头呢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海边，比如说马里布或者是桑塔莫尼卡，抢停车位的经历？再或者是如果有滑雪的朋友去大熊湖滑雪，一定知道那个大熊湖滑雪的那个停车场非常的紧张。一般这种停车场去的早的话，就可以停那个免费的停车场，免费的停完的话就停街趴。街趴的话一般2、3块钱1个小时，然后呢玩个3、4个小时的话，可能9块钱、10块钱。如果街趴都被停满了，就只能去停收费停车场。收费停车场的话，基本上一停进去就20。我停过最贵的停车场是在大熊湖，去晚了，然后没有停车场，停在一个 driveway 上，然后呢被这个 driveway 的主人收了50块钱停车场。我觉得这个停车场的思路就可以用来解释二万的房价。就二万本质上它的那个地域有限，然后房价的存货量也有限，这就导致了短期的炒房客最终会被长期的刚需买家、常住的刚需买家挤出市场。因为短期的炒房客，像 Open Door 或者一些 local 的装修队，他们买入一个房子，装修3个月到半年，然后呢上市卖出来，他们很快就离场了。最终接盘的都是长期持有刚需的这个买家，这样的话就导致了市场上的存货量越来越少，买家呢都在跃跃欲试，然后想要抢这个房，然后呢自从加息以来。从过去疫情期间接近2%、3%的利率，现在上升到了6%、7%。但是由于这个市场上上市的房源太少，买家过多，就导致了一旦有房子上市，然后呢就有好多买家在竞争，他们不买也没有其他别的选择，尤其是很多就冲着尔湾而来的世界各地的买家。这个时候会怎么样呢？就是一旦有好的房子上市，然后呢，很多买家都还在争相竞购。美国自住屋的定价完全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。一个地方一旦供大于求，那么房价就会下跌；一旦供小于求的话，房价就会上涨。所以二万的房价一直上涨，在我看来一点都不奇怪。有可能大家会有这样一个问题，就是房市一般都会有一点滞后嘛，像现在利率提高这么久，大概半年一年，其实对于房市来说还是很短的。尤其昨天鲍尔也表示了，这个利率维持在高位，可能还要有个3、5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。那么房价在后续会不会下跌呢？在我看来，二万的房价下跌的可能性并不大。我分析的原因主要从3个方面来总结。第一是二万的买家实力非常强劲，从这个二万房价的趋势图可以看出来，以独立屋200万为中位数的这一波买家，现在把二万的房价撑到了一个非常有力的支撑，而且还在有上扬的趋势。这就说明了这部分人对于200万房子的需求还是相当之强劲，而且可以想见这部分
买家基本上都是刚需自住屋，因为200万的房价在阿湾来说，租售比相当之低，月供比房租的差距可能在2、3千美元以上，所以投资客入这部分其实是少数。那么，如果我们考虑自住房买家以200万为这个目标价位的话，我们可以做一个平均的估计，假设他们出100万首付，100万贷款，那么100万贷款以7%的利率的话，一年就要有7万的利息，然后再加上本金，我们就加估算为3万的话，就是10万，可能每个月月供就要1万，那么每个月能出1万月供的家庭，考虑到还要交税的话，那么他们的收入至少也会在30万以上。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，能拿出100万首付，要么家里面有矿，要么就是都是高薪阶层。那么在30万以上收入的这部分人群，他们的税率其实是很高的，大概30%的税率。那么这部分利息还能退税，退税以后7%的利息退30%，那么只是约等于4%左右的利率，所以实际的利率并不算特别的高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即使是他们不贷款全款的买家，对于他们来说，利率的影响就非常小了。如果在尔湾生活的久的话，可以从生活当中看出来，就是尔湾有很多财富自由、退休的人士在尔湾选择定居。暑假的时候办了一个泳池 party，邀请了4、5家邻居，结果到场一看，我的邻居全部都不用上班，他们都财务自由了，只有我和我老婆呢还在每天辛苦的上班。当然，我个人的观察可能有偏颇，也希望观众朋友们在视频下方留言。如果是考虑到这个非独立屋以100万为中位数的这部分的话，从我个人看房的经验来说的话，可能有一半以上入住的都是投资客。尔湾的租房市场还是相当强劲的，以2室、3室这种小户型，这样就造成了尔湾的房价只要稍微往下波动，就有很多买家抢着入场。尔湾最近4、5年有很多高科技公司纷纷在尔湾落户。简单的可以看，苹果在 Newport Beach 新开了 office，Facebook 在尔湾开了 office，谷歌在尔湾也扩招，然后他们正在新建一个新的 building。亚马也一直在尔湾，其实是有 office，也一直在扩招。从这样来看的话，随着这个科技公司纷纷入驻、纷纷扩招的话，尔湾的房价下跌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了，而且有可能直奔湾区。像尔湾这样房价不停的涨的话，最后对于投资客来说，他们收到的房租慢慢的就只能还地产税。在尔湾长期持有房产的人，绝大部分会变成自住屋，还有少一部分都是一些玩 flip 的那种大玩家，然后他们把旧 house 买过来，然后呢把它翻新，要么重建，然后再上市。这种呢也会进一步的推高尔湾的房价。综上所述，我个人对尔湾的房价预期呢是比较乐观的。当然，这种预期其实是给我一种很复杂的心情。一方面，我希望尔湾的房价跌一跌，这样呢，我可以考虑在尔湾周边入手一个投资屋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这是个人的分析和考虑，不作为投资参考建议。房市、股市有风险，大家投资需谨慎。